49。昨天晚上一宿未眠，都是在高原反应下，就是睡不着。你昨晚好像一晚上也没睡着是吗？昨天喝了那个昂贵的高能维泰，导游说一定能让我们度过一个安全的夜晚，也是睡不着。头痛。床头这里有这个哦，它是要付钱的，扫码才能使用。床上有电热毯，就每动一下脑袋就痛一下。今天要在海拔4000多米以上的海拔上徒步11公里，这还不包括搭车。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我觉得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挑战成功。如果我挑战成功的话，我一定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，给我们祝好运吧。如果我能走到牛奶海，然后呢再走回来，太棒了！先给自己一点成功的心理暗示，我可以的，我一定行。早上6点10分的稻城县，早啊！看一下有什么早餐，这个银耳枸杞汤、南瓜小米粥、牛奶豆浆、果汁、蛋糕、面包、鸡蛋。6点45从酒店出发，到城亚丁。最晚下午5点钟必须再次回到闸管峰上观光大巴车。这一块呢，当然能够长出这么高的一个树木来，还是非常这个不容易的。当然这是市政的一个建设了，所以说这一带这个倾向力。但我们把目光再投向两边那个山上，基本上就长不出树来了，对不对？只有高原草原区了尤其的包括我们昨天在过的一些地方，包括我们打卡的海之山，是吧？有些地方甚至连草都长不出来，因为就像我说的，甘孜州只有每年的5、6、7、8这4个月的时候，气温适当的回升一点。包括在去年的6月30号，我们的稻城还飘了一次大雪，也就是说5、6月份都还有可能飘大雪。所以说青杨林长那么高的树，在高原地区少见。越往高海拔的地方，为什么树都长不出来，只能长出草来？海拔再高的地方，甚至连草都长不出来的一个原因。但是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，我们当地的藏族人就生活在这片这个区域但是呢，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，但是呢，也是一个聚宝盆，什么聚宝盆？也是中国第2大的藏药材的一个生产基地。你不要看着这么贫瘠的地方这个但是记住，早晚温差达10-20度，而且呢，紫外线强不强？比如我们进入藏区，你会发现藏族有个红脸蛋是为什么？高原红。他们红红的脸蛋、红红的鼻梁、黑黑的皮肤，这些都是拜太阳所赐所以说大家运气不错，这几天呢天气都不错，阳光灿烂的时候，记住自己的防晒霜是吧？该涂的涂一涂，不要把你的2个红脸蛋给晒出来了。男士倒无所谓，要是女士把你2个红脸蛋给晒出来的话呢，估计要是将近半个月才能消退。我估计你的半个月日子非常的难受的。这里好像是东北那种蔬菜大棚是用混凝土砌成的一个。比如我们汉族生小孩在哪里生小孩？医院，讲究一点的私人医院，讲究一点的月子中心，对吧？而藏族人生小孩在哪里生小孩呢？先给介绍一下藏族传统的民居，是用木头来搭建的，分为3层，下层是饲养牲口，中层住人，上层都把一个屋子收拾得非常干净，装饰非常豪华，用来装饰它的厅堂。所以说我们去一个藏家参观，你会发现家里面的装饰装潢比较简单，家里面用具比较简单，他会把他家里面大部分钱财一捐献寺庙了之后，剩下钱财来干嘛？装饰他的厅堂，装饰厅堂完了之后还剩下钱拿来干嘛？穿戴在身上，对不对？同时呢，藏族人比我们汉族人非常的低调，说不定我车上有100万富翁、1000万富翁，说不定亿万富翁的，但是我们根本看不出来。我们汉族人生怕别人知道我们有钱，对不对？而藏族人呢，
生怕别人说我没钱。所以说，他们有些时候就穿在身上，同时一颗好好的牙齿都会敲掉一颗镶上金牙，笑的时候都会露出来，咱有钱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藏族人是懂得闲来的一个民族。第二层，但是成年了的姑娘就会第二层上升到第三层去，把一个屋子收拾干净，作为自己的闺房，昭告天下。到了婚配的年龄，然后看上他这个男孩，到半夜3更的时候，就会搭这个步梯，爬那个3楼去敲窗户说情话，用的不太好听的一个词呢，就去勾引这个女孩。如果这个女孩觉得这个男孩还行，我也喜欢他，就。窗户连接了一层水雾，是玻璃吸了。这个地里种的就是青稞。这里就是香格里拉镇，云南有一个香格里拉市啊，四川有一个香格里拉镇，他们挨着都挺近的。就因为要打造环香格里拉旅游区吧，就是把这个镇改名为香格里拉镇，过去不叫香格里拉镇。香格里拉重点技术制学校，家长送小朋友来上学。如果你2本18小时，1分钟都不等的啊！所以呢，当然尽量，我说时间绝对是够的。所以说年轻人啊，想去游乐海就。终于到景区门口了，也就是从稻城县酒店开车了约1个小时40多分钟吧啊，还挺远的。稻城亚丁景区入口的海拔3180米，那么到最高的点的时候也就是牛奶海4600多米，等于说我们要爬升1500多米的海拔。我背了好重啊，还要坐电梯到1楼。113的吃啊！刚才是负3楼，现在来到1楼了。这个检票在1楼吧。稻城亚丁。那么我们还要坐1个多小时的景区观光大巴。太刺眼了，赶紧墨镜安排上。你看朋友们，今天这个白云朵朵呀，天气真好。稻城亚丁的好天气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。注意了，要走到稻城亚丁5A 那个地方。从下了大巴走到那地方还有点距离啊，而且是走阶梯，一路上。少说话，多看风景。今天的包格外重。长袖善舞。
好在它有几段路是有扶梯的。这里可以测心率、测血氧。看一下我的血氧啊，92，属于是92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如果在平原的话，一般早上起床测血氧的话，能97、98。如果说是70多、60多的话，就要引起注意了，朋友们。全副武装呀！很多人无数次看过这个图片了，稻城亚丁。要在这里拍个照，因为回头的时候不经过这里了，留个纪念。稻城亚丁从前天早上6点钟起床啊，经过2天的时间啊，跋山涉水，可以说翻山越岭，顶着严重的高原反应，终于来到了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。稻城亚丁位于四川省甘孜州南部，地处青藏高原东缘，横断山脉中段，整个自然保护区面积约1457平方公里。在1928年，美国探险家约瑟夫·洛克来到这里，他曾感叹：“这里是我见过世界上最美丽的雪峰。”后来，《消失的地平线》一书以他的考察经历为灵感，描绘出那个叫香格里拉的世外桃源。从此呢，人们相信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，真的存在一片被时间遗忘的净土。你看，我是穿了一件冲锋衣，里面有一件抓绒，都有点热。我还以为会挺冷的，可能上到4000多海拔的时候就刚好吧。大概8点50钟上了景区的这个大巴车，我们看到终点要多长时间？稻城亚丁是指稻城县的亚丁，亚丁呢在藏语中意为向阳之地，又被称作念青贡嘎日松贡部，意思是终年积雪不化的3座护法神山。它们分别代表着慈悲的仙乃日，代表智慧的央迈勇，代表力量的夏诺多吉。3座雪山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，也共同构成了藏传佛教中的神圣世界。其中，仙乃日海拔6032米，是稻城亚丁的最高峰。仙乃日在藏语中意为观世音菩萨，象征慈悲。央迈勇意为文殊菩萨，象征智慧；夏诺多吉则象征力量。除了神山，稻城亚丁还保存着完整而原始的高山生态系统，雪山、冰川、森林、草甸、溪流、高山、湖泊，共同构成了一幅壮阔的高原画卷。这里拥有数十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峰，以及牛奶海、五色海、珍珠海等高山、冰川、湖泊。这个大巴一直在山路18弯的盘山公路上盘旋。各位朋友，亚丁被誉为香格里拉之魂，普遍认为香格里拉是佛教经典中的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。人们生活在安宁祥和之中，人人都长寿快乐。1933年，希尔顿根据洛克的游记创作了《消失的地平线》一书，将香巴拉译为香格里拉，从此香格里拉风靡全世界。哇，这个大巴一口气海拔爬升了接近1000米。大巴开了约50分钟吧，就来到了一个雪山观景台，这里给我们5分钟的时间下来拍照，大家都比较匆忙。仙乃日藏语意为观世音菩萨，为3座神山中的北峰。哦呦，这个悬空栈道来的。哪里怎么一路是山？乱说的。哇，除了车以外，这个风还挺凉的。现在我这个穿一件抓绒的外套跟一件冲锋衣就刚刚好，刚才在山脚下觉得有点热。糟了，我有点忘了我是哪辆车的了。雪山被阳光照亮，加海拔4000多，少说话，多看风景。你看这个蜿蜒的小路通向一座星光闪闪的寺庙，
这种意境让人觉得特别的有一种。哪个车有位置的？我的车是满位，不满位是满位，你坐错车了。你看，好像没记住车的话就，他那个车开走了，他没办法了，每个车都坐满了人。亚丁村的来历有个美丽的传说，在这个山里面能看到这个通信塔，但是没看到输电塔。可能输电塔就是走地下了，为了保护这个景观。有没有住在这儿的亚丁村？你是怎么知道你要这挺多的？没有，因为一个人走，只要做的攻略。这就是亚丁村，我都不知道。10点钟，景区门口坐大巴坐了约1个小时吧，就来到了这个加冠泵啊，这里是徒步的起点。这海拔我看是多少？挺喘的。加冠泵的海拔3951米啊，那么徒步到牛来海是4600多米啊，抬升大概700米左右吧。加油加油，一定可以的。我晕车了。这地方是亚丁驿站，要走500米。最近稻城亚丁的游客非常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最近开始啊，它的这个景区大巴还有电瓶车，大概要花190元的费用就免了。就是这个后面我们再聊为什么免了。怎么这深山野岭里面像菜市场一样，人头攒动的？这个地方还是要注意飞时。这就是一个玛尼堆了。背的包太重了。你看，有的人才爬了100米。就忍不住坐在长椅上先休息了。在高海拔地区爬这个接近40度的陡坡，还是有点辛苦的。一路上能听到这个吸氧的声音，此起彼伏的。哇，这些石头看着也不牢靠啊，还是走快一点离开这里。虽然辛苦啊，但是我们应该乐观面对啊。这是一辈子可能唯一一次来到这么美丽的稻城亚丁啊，所以一定要创造美丽的、快乐的回忆啊！一路上随处可见玛尼堆，顶下有一座金光闪闪的，说不出话了，朋友们！哇，这个寺庙真漂亮啊！这好多猴子。现在有点热，要把这个专绒外套给脱了，不然里面出汗容易感冒。我这个背包都塞满了，这个专绒外套都塞不进去了，只能扎腰间。看在这里，我不喜欢大的，我不喜欢大的。这个女生一阵尖叫，好像是小孩子抢了她的可乐。我感觉我都是翻山越岭坐了2天的车，
这道人雅厅太火了，就是路上基本上人山人海的。全国人民都知道，现在它的电瓶车跟景区大巴车免费了，都抢着这个时间窗口来旅游，一下子省了190块钱。看马泥堆啊，下面用这个，这路上有点堵人了。朋友们，大概徒步了500米的爬坡，就来到了钟鼓寺啊。这里呢，再坐电瓶车才能去到我们真正的徒步的起点。好漂亮啊！那个佛寺，你看阳光正好不好的就打在那个屋檐下，就金光闪闪的。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就是这种地方印象中应该是比较静谧的，但现在就是人声喧哗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跟欣赏大自然的一个馈赠，就是这壮丽的风光。这里有一条小河，绿油油的颜色，下面水草飘飘，有一点点这个九寨沟的感觉吗？但是水肯定是没有九寨沟那么的秀美了。稻城亚丁是以山著称的，九寨沟是以水，九寨归来不看水。这个眼前的景色叫冲谷草甸，是有天然盆景之称。就是眼前这一幕，有草甸，有小溪，有森林，有远山。坦白说，这个景观有点平啊。这个是坐电瓶车的一个栈道。这人多的呀！像这么山的景区，我就是第一次见过这么多游客。上来用个洗手间。高原的特色花，格桑花，有藏文、中文还有英文。每个座坑都堆满了泡沫，我还不理解是什么，后来说是使用泡沫新技术，便后免冲洗。第一次看到这种。我看这名司机大哥他在念经的，就是说这个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，不分任何地点时间。
香格里拉公约。10点51分，来到了徒步的起点啊，这里叫洛绒牛场，非常开阔的一片山谷啊，四面环山，然后河谷里面这个草甸绿油油的，很秀美，修了一些蜿蜒的栈道。到陈亚丁是有3条徒步线路的，我们走最难的一条叫金刚挑战线。到陈亚丁一共有3条徒步路线：慈悲线、智慧线，以及我将要走的这条金刚挑战线。今天我将从洛绒牛场出发，向牛奶海前进。地图上的距离看上去并不遥远，单程大约5公里，往返接近10公里。但真正难的不是数值，而是海拔。脚下呢是4100多米以上的这个高原，终点的牛奶海在4600到4700的海拔之间。每向前一步，空气中的氧气都变得更稀薄。前半段路是缓慢上升的高山草甸跟碎石土路，而真正的挑战是从后半程开始的，也就是从贡嘎措到牛奶海之间的2.5公里。山体开始变得陡峭，脚步呢也会变得沉重。平原上轻松走完了1公里，在这里可能需要花上双倍甚至更多的时间。这蜿蜒的木栈道，提示有心脏病、高血压的谨慎前往牛奶海，那里海拔的话有4600米。这有一个服装租赁的。那这个山雪量比较少了，不像四姑娘山还是白雪皑皑的。看这些高原上的小花，紫色的。放近一点吧，别放那么远。这都打进的，这是撩盘的。要撩起来吗？不撩。看看。啊，又流眼泪了，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什么。来这里我整一张，这个有点粗了，我感觉我有点矮。
哈，没有发愁，越来越轻。那边小森林有个小瀑布。哇，这一汪水好秀美啊！你看，波光粼粼的，清澈见底。啥也不。马喝水。在稻城亚丁徒步，我感觉我的身体格外的疲惫，甚至有一点虚弱，意识呢变得迟钝。就在这一步又一步的行走中，我体察自己每一个沉重的呼吸，脑海中情不自禁想到一些事情。我意识到，如果我能有幸抵达我的目的地，是因为我不断的靠近它，靠近雪山，靠近云层，并非是我征服了这一座山，而是山接纳了我。这里山坡上散落着10来间石头房子啊，用那些鹅卵石垒成了。这些应该是马夫的临时的居所吧。有一些还提供午餐服务吧。刚才看到一些游客挤到那个食物里面，在一个火炉旁边，可能是主人提供一些简便的午餐。看这五颜六色的小花，吸氧气、氧气袋、葡萄糖注射液、感冒灵。高山流水，阳春白雪。我们看这个地方盛产这种页岩啊，有点像一片一片的石头。像这里马夫的家就是用这种坐地基垒出来的啊，就地取材。
那这个岩石的截面是这样子的，也是一片一片的。现在海拔应该是4300米左右吧。这个爬阶梯就比较累。一句话要分成2次来说。4200米海拔，距离牛奶海4600多，还要垂直爬升400多米。我天啊！朋友们，你看这个包接近20斤，唉，如果没有这个包，我能轻松一半。唉。这用的公杆错吧，应该是。哇，爬上了一片相对陡的阶梯，就来到了很开阔的一个风景面前。那么这个马队驮人呢，就是驮到贡嘎措，贡嘎措距离牛奶海还有2.5公里。